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唏嘘的跨海婚姻故事。这事儿让我感触特别深，因为当事人小芳就是通过我介绍认识她台湾老公的。小芳是个地道的北京姑娘，85后，在金融公司做投资经理，年薪50万往上，颜值身材都没得说，那叫一个女神范。她从小在北京长大，家里条件不错，爸妈都是高知，住的是西城区的大平层。记得她第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就觉得这姑娘气质不一般。她开门见山地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想找个台湾老公。”我当时就愣住了，问她为啥非得找台湾男生。她说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温柔体贴，而且文化程度都不错。这话倒是不假，我确实接触过不少台湾客户，普遍来说确实比较有涵养。但我还是得提醒她，小芳啊，你要考虑清楚，跨海通婚不比在本地找对象，方方面面都得权衡。我明白的，丽姐，我就是觉得台湾那边生活环境好，压力没这么大。而且我看很多台湾偶像剧，感觉他们那边的男生都特别会照顾人。小芳满脸憧憬地说，我理解他的想法，但还是得负责任地说，那行，不过咱得先说好，在台湾房价也不便宜，特别是台北，你要找的话，肯定是要求人家有车有房，这是最基本的嘛。那当然，小芳一脸理所当然，我在北京这条件，总不能嫁过去降太多吧。巧的是，那会儿我正好认识一位台湾来的企业家阿伟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家里在台中开了间小工厂，生产电子零件，虽说不是什么大企业，但也算是小有资产。经过我的牵线，小芳和阿伟见了面。这第一次见面，地点选在我们这儿附近一家精致的咖啡厅。阿伟特意从台湾带了凤梨酥和一些特产来，那份细心劲儿，我看着就觉得挺满意。小芳第一印象也不错，她后来跟我说，丽姐，这个台湾男生好贴心哦，说话声音好温柔，感觉特别舒服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两个人开始视频聊天。阿伟隔三差五就往北京跑，每次来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。但问题在第3次见面的时候出现了。那天吃完饭后，小芳特意带阿伟去看了他家的房子。当他得知阿伟在台中的房子只有40多平米，还是10几年前的二手房时，脸色立马就变了。丽姐，你不是说他家条件不错吗？怎么连房子都这么小？小芳私下找我抱怨，我只好耐心解释，人家工厂虽然不大，但年收入也有小几百万新台币了。再说了，他们那边房子普遍就这样，生活习惯不一样。但小芳明显不太能接受，几百万新台币能买啥啊？合着人民币也就100多万。我在北京1年到手的都比这多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可能要黄。但是阿伟是真的很喜欢小芳，连着好几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认真经营这段感情。丽姐，我知道自己条件可能配不上小芳，但我真的很喜欢她。我打算把工厂交给弟弟打理，来北京发展。阿伟恳切地说，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，就又劝小芳，人家是真心的，这年头找个真心人多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你看人家愿意为了你来北京发展，这份心意就很难得了。小芳听了也有些动摇，可是丽姐，我就是觉得有点亏。我闺蜜们都嫁得很好，老公们都是年薪100万往上，房子动辄300-400平。我这要是嫁过去，以后家人朋友见面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傻孩子，婚姻不是在比富贵，是过日子。我语重心长地说。后来在我的劝说下，小芳勉强同意继续处下去，但她提出了条件，那她必须先在北京买房，不然我怎么跟爸妈交代？阿伟为了小芳，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。他把台中的工厂大半股份都转让给了弟弟，套出一笔钱，又找亲戚借了一些，总算在北京郊区买了个小2居。看到阿伟这么上心，小芳总算松口答应结婚了。婚礼就办得很简单，在北京摆了几桌，然后去台湾补办了一场。但婚后的生活却跟小芳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首先是钱的问题，阿伟把钱都投在北京的房子上，来北京后又要重新创业，
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小芳虽然工资不低，但她一直觉得花自己的钱委屈。你说她一个男人创业连本钱都拿不出来，整天想让我投资，这不是吃软饭吗？小芳经常这样跟我抱怨。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阿伟在台湾养成的节俭习惯跟小芳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。他居然让我坐地铁。有一次小芳气呼呼地跟我说，我都多少年没坐过地铁了。她说北京打车太贵，要省钱，这让我怎么跟姐妹们见面？再来就是家庭观念的冲突。阿伟在台湾时，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给父母，但在北京买了房后，他寄回去的钱就少了，这让他很愧疚，经常因此失眠。他整天因为这事儿唉声叹气，烦死了。他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日子都还过不好？小芳对此很不理解。婚后第2年，事情终于到了爆发点，阿伟的创业项目迟迟没有起色，小芳的不满越积越多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，丽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婚。我一听就急了，这才多久啊？你跟阿伟好好谈谈，夫妻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？但小芳去意已决，不谈了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这么委屈，我一个北京大家闺秀，凭什么要过这种穷日子？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但我还是得说一句公道话，小芳啊，阿伟对你是真心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为了你付出了很多。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，好聚好散就行了，别说得太难听。没想到离婚的事情进展得特别快，小芳性子急，一旦下定决心就雷厉风行。她直接找了律师，要求阿伟净身出户。说到这里，我真得批评小芳一句，虽说北京的房子是阿伟买的，首付也是他出的，但毕竟是婚后财产，他这样做着实有点过分了。但阿伟还是跟以前一样好说话，没关系，房子给他吧。我来北京是为了他，现在他不开心，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。听到阿伟这么说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！这么好的男人，小芳怎么就看不上呢？离婚后，阿伟回了台湾，临走前，他来找我道别。丽姐，谢谢你这些年的关心。其实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小芳，是我耽误她了。我当时就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阿伟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配不配得上？是小芳她不懂得珍惜，不怪她。阿伟笑了笑，也许是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吧。就这样，阿伟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台湾，而小芳呢，住进了那套郊区的房子，开始了她的单身生活。谁知道天道好轮回啊！半年后的一天，小芳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都是哭腔：丽姐，我后悔了。原来阿伟回台湾后，他那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工厂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是某知名科技公司的订单，要定制生产一批特殊的电子零件。这一下阿伟的工厂就火了，订单接二连三的来，规模扩大了好几倍。短短半年时间，他就在台中买了一栋大房子，还换了豪车。这消息是小芳从共同朋友那里听来的，他一开始还不信，特意托人去打听，结果发现是真的。丽姐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小芳懊悔地说，我要是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潜力，说什么也不会离婚啊。我听了直摇头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初你要是真心过日子，也不会这么急着离婚。更让小芳崩溃的是，她又听说阿伟在台湾谈了新对象，对方是个台中当地的女老师，家境普通，但特别贤惠，对阿伟的父母也很孝顺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？小芳哭得不行，我要是再忍耐一下，现在过的就是人上人的日子了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为什么现在很多陆配嫁到台湾前，说白了就是吃了太多像小芳这样的亏。其实说到陆配嫁到台湾这个话题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。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两岸婚恋机构的研讨会，台湾那边的红娘就说，现在大陆女孩来相亲，开口就问房子多大，车子什么型号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当时我就说，这也不能全怪大陆姑娘势利，你看像小芳这样的例子，把人吓怕了，都想提前把关了。但说实话，这种过分看重物质条件的做法，往往会错过很多真正的好姻缘。就拿阿伟来说，如果当初小芳能多点耐心，现在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后来小芳又找过我几次，
说想让我帮他跟阿伟说说情况，看能不能破镜重圆。我直接就回绝了，这事儿你就甭想了，人家都订婚了。那丽姐，你再给我介绍个台湾对象吧，最好条件比阿伟还好的。小芳这话说的，我都替他着急。我只能实话实说，现在台湾那边都知道你的事了。我这儿但凡条件好点的台湾男士，一听说是你，都直接摇头。你自己做的事，得自己承担后果。小芳听了，哭得更伤心了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当初要是听丽姐你的话说到这儿，我倒是想起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。我之前介绍过一对，女方也是北京姑娘，但家境普通，在医院当护士。男方是台南人，开了间小诊所。这姑娘叫小雨，特别懂事。男方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，房子是老公寓，但他从来没嫌弃过。两个人感情特别好。结婚后，小雨还自己考了执照，现在在诊所帮忙。前几天小雨还给我发信息，丽姐，我觉得我特别幸福。虽然我们的房子不大，但每天晚上老公下班回来，我们一起做饭聊天，日子过得好安稳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这个红娘心里就特别欣慰。这才是真正的婚姻啊，不是比谁的房子大车子贵，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同心同德地经营好这个家。反观小芳现在的生活，虽然住着那套郊区的房子，但是人越来越憔悴了。她现在见了我就说，丽姐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婚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我现在住着大房子，但晚上回家冷冷清清的，特别想念以前阿伟在的日子。这话说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但我觉得这也是他必须经历的成长。现在每次有姑娘来找我相亲，特别是打算嫁到台湾的，我都会讲讲小芳的故事。不是说房子车子不重要，而是提醒他们千万别因为一时的物质条件错过了真心对你好的人。说起来，我最近又碰到小芳了，她变了很多，整个人都沉稳了不少。丽姐，这2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她坐在我对面，眼神里透着成熟。其实阿伟当初对我是真的好，只是我太不懂事了。我看他是真的想通了，就问他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小芳苦笑了一下，能有什么打算？就想找个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，我都不在乎了。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互相扶持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这个欣慰啊，这孩子总算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。其实现在很多陆配嫁到台湾前，要求对方有车有房，倒也不全是物质至上，而是因为两岸的差异确实存在，他们需要一个基本的物质保障来克服这些差异。但我还是想说，这些外在条件固然重要，可也不能太过执着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屋子有多大，车子有多贵，而在于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愿意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现在每次有人来找我相亲，特别是想找台湾对象的，我都会讲3点。第一，要看对方的为人品德，看他是否真心，是否靠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，要了解两岸的文化差异，有心理准备。台湾那边的生活方式、消费观念跟大陆不太一样，得学会互相包容。第三，不要把房子、车子看得太重，这些东西可以慢慢攒，但感情错过了，可就真的没了。经过小芳这件事，我对跨海婚姻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其实不管是陆配还是台配，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心意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包容都没有，再好的物质条件也换不来真正的幸福。前2天，阿伟在台中办婚礼，特意给我发了请柬。我看到照片里的他比在北京时胖了点，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。他的新娘子虽然不如小芳漂亮，但笑起来特别温暖，一看就是个贤惠的女子。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门当户对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意相通。所以各位准备嫁到台湾的姑娘们，千万别像小芳一样，因为太在意物质条件而错过了真爱。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要用心去经营，用爱去维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阿伟在台湾时，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给父母，但在北京买了房后，他寄回去的钱就少了，这让他很愧疚，经常因此失眠。
他整天因为这事儿唉声叹气，烦死了。他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日子都还过不好？小芳对此很不理解。婚后第2年，事情终于到了爆发点。阿伟的创业项目迟迟没有起色，小芳的不满越积越多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：“丽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婚。”我一听就急了，这才多久啊？你跟阿伟好好谈谈，夫妻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？但小芳去意已决，不谈了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这么委屈，我一个北京大家闺秀，凭什么要过这种穷日子？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，但我还是得说一句公道话。小芳啊，阿伟对你是真心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为了你付出了很多。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，好聚好散就行了，别说的太难听。没想到离婚的事情进展得特别快，小芳性子急，一旦下定决心就雷厉风行。她直接找了律师，要求阿伟净身出户。说到这里，我真得批评小芳一句，虽说北京的房子是阿伟买的，首付也是他出的，但毕竟是婚后财产，他这样做着实有点过分了。但阿伟还是跟以前一样好说话，没关系，房子给他吧，我来北京是为了他，现在他不开心，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。听到阿伟这么说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，这么好的男人，小芳怎么就看不上呢？离婚后，阿伟回了台湾，临走前，他来找我道别，丽姐，谢谢你这些年的关心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们对跨海婚姻的看法。